你疯了！滚回去！这是战场，不是火头营的灶台！他娘的，他跑这儿来送死！快滚！本校也顾不上你！这老头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人能有这力气？这刀法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一刀一个，稳得让人发毛。我刚才还叫他快滚回去，我有什么资格叫他滚回去？看来我还是先顾好自己吧，别在他面前丢人了。哈哈哈！大钱就没有一个能打的吗？看我取你首级！都尉，快撤！有点力气，可惜光有力气没用，你这点蛮力在我面前还不够看。是你，就是你杀了我弟弟，我认得这刀，这是我弟弟的斩马刀，是你杀了他！没想到那厮竟然是你弟弟，还真是缘分啊！今日正好送你下去，跟你兄弟团聚，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。老头真是好大的口气，真以为你这把年纪了还能战胜我手中的刀，痴心妄想！今日我便用你的脑袋祭奠我弟弟的亡魂！你们北狄人抢了多少村庄，毁了多少家庭？要说复仇，也是我们复仇，你们不配！完了，这老爷子根本不可能挡得住，那一刀就算是我全盛时期也接不住半招。对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那老爷子不可能打得赢这家伙的，得想想办法救他。救拿什么救？万一现在开了城门，北狄人杀进去，我们就彻底全军覆没了。到那时，我就是大钱的罪人啊！开！这股力量怎么可能？我竟然会怕一个老头，我竟然会怕一个100岁的老头！这老爷子仅仅3刀，3刀就把赤烈击溃了，那可是北狄100勇士之首，北狄第一猛将啊！老爷子真是深藏不露啊，如此刀法世所罕见，恐怕整个大钱都找不出第二个。难怪他这把年纪了还要来参军。撤退，快撤！将军先走，我们来殿后。想走绝不能，老朽说过，送你下去跟你兄弟团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杀！就你们几个臭鱼烂沙想拖住老朽，你们还不够格。老爷子，我来助你！别管我，赶紧去助老爷子一臂之力，组织反击！北狄人慌了，趁势追杀！是，跟上，都跟上！赤烈的身影越来越远了，再不追就追不上了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你在认老朽为主。好马儿，给老朽追上了北狄将军！对，咱们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上老爷子一起杀过去？穷寇莫追，助粮草辎重是第一要务。万一敌人折返，全军就断粮了。那老爷子怎么办？他一个人追出去了，万一中了埋伏怎么办？所有人听令，立刻灭火，转移粮草，加强戒备，动作快点！完了，北狄人杀进来了，他们是不是死定了？嘘，你们看那边，那是苏老爷子。他一个人去追杀北狄铁骑了。走，去辎重营帮忙，搬粮草、救人，
别在这儿给老爷子丢脸！别丢人！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……闭嘴！老爷子那是天神下凡，谁再胡说，俺撕了他的嘴！看那边，回来了！首恶一诛，北狄短时间内不敢再犯了。百岁之躯，单骑斩将，此等壮举，真乃神人也！老人家，您没受伤吧？身上这血……老爷子，您满身是血，哪儿受伤了？军医，快来！老爷子快不行了！军医，快过来，快点儿，跑起来！老朽没事，身上的血都是那些北狄蛮子的，老朽连皮都没破一块，让军医去给其他有需要的伤员治伤吧。老朽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。多谢老爷子出手术救，拯救了整支大前军队。若无老爷子，粮草必被焚毁，我军必败无疑。多谢老爷子出手护助。都尉这是做什么？速速起来！老朽虽说是火头军，但也是大前的兵，出手杀敌乃是职责所在。您这次斩杀北狄2员大将，护助我军粮草，乃是天大的奇功。等准兵大人和秦将军回营，末将定会上报京城，为您请功。请不请功，日后再说吧。老朽这副身子骨快要散架了，现在就想回营好好休息。年纪大了，经不住折腾啊。老爷子安心回去休息，末将保证绝不会有人打扰您。都尉大人，这汗血马也算是功臣，没有他，老朽根本追不上赤烈，还请都尉好生招待。都尉大人，汗血马向来认主，苏老爷子已将其驯服，除了他，这马不听任何人的。您看他那样子，是真要咬人的。可，这毕竟是总兵大人要献给圣上的宝物啊！要是留在这里，总兵大人回来问起来，都尉大人，您这话俺可不爱听。此等战马不拿来杀敌，送去皇宫当花瓶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再说他只认苏老爷子，万一到了皇帝跟前，他把皇帝给踢了咬了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您担得起吗？都尉不必为难，就让他跟老朽回锁头营，老朽再想办法说服他。老伙计，咱们走。赵大嘴在哪儿？都尉大人，小的在，您吩咐。从今日起，不准安排苏老爷子做任何苦工，照顾好他的衣食住行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，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把老爷子伺候得妥妥帖帖的，一根手指头都不会让他动。5000新兵加上1万多老兵，这一仗不好打。总兵大人，秦将军，北狄人撤了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大声点！大军全部撤了，正在往豫州方向退去。末将亲眼所见，5里之外已经看不到他们的旗帜了。撤了！他们来势汹汹，2万人马，怎么说撤就撤了？这不对呀！撤！这不对。北狄人兵力占优，士气正盛，为什么要撤？没有理由撤退啊！将军，会不会是诱敌之计，故意撤退，引我们追击，然后设伏？为什么？报，启禀王爷，牙鹿将军求见，说有要事。王爷，为何突然间下令撤兵？我军占据优势，眼看就要拿下清河县了。将军，难道忘了咱们这次出战的主要目的？正面大军驻大前主力，使其后方空虚，让赤烈将军率苍狼部烧掉他们的粮草。本王记错了吗？这不是咱们一早定好的计划吗？怎么？赤烈没有烧掉大前的粮草？赤烈呢？他人在哪儿？以他的本事，烧个粮草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？王爷，这是谁的尸体？这脖子的伤口是……这就是我下令撤兵的原因。赤烈将军还有他的副将被人斩下了头颅，这头是从战场上捡回来接上的。什么？这是赤烈和幽铁，北狄100勇士之首的赤烈被斩杀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赤烈带兵去夜袭后方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大前镇守后方的不过是些老弱残兵，能打的都在秦昊手里。那些火头军自闭令连刀都拿不稳的人，怎么可能杀得了赤烈？以赤烈的武功，大前军中除了秦昊，谁能杀得了他？谁能斩下他的脑袋？他可是北狄100勇士之首。这的确叫人难以置信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由不得本王不信。赤烈死了，苍狼部溃了，这就是结果。据苍狼部溃逃回来的将士禀报，赤烈将军和副将夜袭大前辎重营时，碰到了一个白发老头。白发老头，你没说错吧？
不是黑发壮汉，是白发老头。那老头刀法神通，仅仅3刀就击溃了赤烈，赤烈连3招都没撑下来。随后，他独自一人骑着一匹白马，追杀苍狼部数百骑兵，在重重围堵下斩下了2人的首级，全身而退。本王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可事实是赤烈的脑袋没了，苍狼部精锐溃不成兵，这难道是假的吗？那2具尸体在那里，你亲眼看到了。大前军中有这样的人物，咱们必须谨慎。清河县一战，得从长计议，不能再像这次一样莽撞了。王爷，您是不是太过于谨慎了？我军实力完全压制大前，兵力比他们多，骑兵比他们强，士气比他们高。只要开战，凭我耶路齐的能力，不出3天便能拿下清河县。正好让我去会一会那个老头，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长了3头6臂。野鹿将军带兵劳累，先下去休息吧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议。给我盯紧耶路将军，他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，不得延误。他要是擅自出兵，是，立刻来报。王爷此举英明，能在苍狼部百骑中斩将者，秦昊都做不到。此人绝非等闲，看来大前军中卧虎藏龙啊！军师觉得此事该如何是好？是继续打，还是暂避锋芒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夺。先派探子潜入，查清那老头的身份、来历和武功深浅，是世外高人，还是隐藏猛将？若真有通天之能，咱们另寻对策；若只是溃兵夸大其词，那就一举拿下清河县，用那老头的脑袋祭旗仪，让大前人看看得罪北狄的下场。军师与本王不谋合，这件事由你亲自安排。本王要知道那个老头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各位是没看见，昨夜北狄骑兵夜袭，那赤烈带着人直扑咱们辎重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苏木苏老爷子白发飘飘，神兵天降。他手中长刀如电，仅仅3刀就让那不可一世的赤烈见了阎王。3刀啊！那赤烈是谁？北狄100勇士之首，在老爷子面前连3招都撑不过去。随后老爷子单骑白马，愣是追着几百个北狄骑兵砍杀，在千军万马中如入无人之境，生生又斩下2员大将的首级。总兵大人，秦将军，这次要不是苏老爷子，咱们的粮草早被烧光了。末将斗胆，请总兵大人将此奇功上奏朝廷。对，将军老部下将。总兵大人，末将有一事禀明。今日北狄大军突然撤兵，末将本百思不得其解。现在听了周都尉所言，终于恍然大悟。说，北狄正面出兵不过是调虎离山，想让赤烈奇袭粮草。如今赤烈被杀，计划落空，拓跋还没了后手，才不得不撤。换言之，苏老爷子以1人之力退了北狄数万大军。将军说的对，老爷子救了咱们全军的命啊！请大人上报朝廷。这有什么好嘉奖的？他本身就是火头营的兵，守粮草是本分，做好本分也要嘉奖。那以后每个人劈了多少柴，挑了多少水，是不是都要报到京城去？周兄，切莫胡来，他是总兵，你冲上去就是以下犯上，军法处置是要的。秦将军，你方才说苏木那厮骑上了那匹汗血宝马，大胆！那是本子兵要献给圣上的宝物，岂能由他一个卑贱的火头军染指？那匹马是圣上的，谁碰谁就是大不敬。再者，嘉奖一个100岁老人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这等于告诉天下，我大前军中无年轻能人，竟要靠个老头子打仗。陛下的面子往哪搁？朝廷颜面何存？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，是你秦昊担着，还是你周虎庭担着？所以功过相抵，他擅骑汗血宝马的事，本总兵也就不追究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。总兵大人要是如此行事，恐怕难以服军心。军营里一切服从指挥，谁不服，本总兵就军法处置。你想试试？去，把那匹汗血宝马牵回来，好生看管。2天后挑1000精兵，随本总兵押送上京，献给陛下。都退下吧，本总兵累了。末将遵命。哟，秦将军，听说你们把北狄打退了，真没想到啊！我俩不在，你们竟然有如此能耐，可喜可贺啊！秦将军辛苦了，回头我爹一定在陛下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那徐世奎太过分了，简直是侵人太甚！他娘的，这叫什么总兵？就是如此奇功，竟然因为匹马就功过相抵。那赤烈和于铁的脑袋是白砍的，粮草是白保的吗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种处分要是传出去，弟兄们心都寒了。以后谁还豁出命去杀敌？谁还愿意拼命？拼了命也不落好，谁还干？真替苏老爷子不值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拼了命杀敌，最后换来这么个结果，功过相抵，
他犯了什么过？骑了一下马就算过？更离谱的是，北狄人还在外头虎视眈眈，2万大军就在30里外。他不想着守城，满脑子只想着送马邀功。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全是屎吗？刚才那俩货的嘴脸你们也看到了吧？早不回晚不回，偏偏这时候回来，准是徐世贵想带着那2个废物儿子一起上京捞好处，升官发财，送将向京，一个不落。行了，这件事容后再议，现在闹也没用。徐世贵是总兵，咱们是他的下属，咱们当务之急是火头营看看苏老爷子，他一个人杀了2个敌将，又追杀了那么远，回来倒头就睡，也不知道伤没伤着。你们要一起吗？那是自然，老爷子昨夜救了我一命，我得当面谢他。他娘的，徐世贵不认这个功，我周虎承认。我们也是。这一觉竟然睡到了现在，看来真是困了，老骨头该散了。糟糕，柴和水都还没挑呢，今天活还没干。老爷子，您这是要去做什么？您刚醒，身子还虚着，别急着干活。队长，老朽的柴和水都还没挑呢。对了，今天的任务量是多少？100桶水还是50担柴？老爷子，从今往后您都不用跟着我们劈柴挑水了，您的活咱们其余9个兄弟一起帮您分担了，一人分一点，轻轻松松就干完了。这不好吧？大家都是当兵的，怎么能把老朽的工分分其他兄弟承担？该干的活还是得干。算了，老朽还是继续劈柴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吧。老爷子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您昨夜杀敌建功，护住了咱们整个军营，这点小事情岂能再让您费力？老爷子，队长说的对，您的力气都留着上战场多杀几个北狄蛮子，这些粗活交给我们就行了。是啊，老爷子，您昨天那一战，咱们整个火头营都跟着长脸。现在谁不知道咱们火头营出了个战神？隔壁的辎重营的人见了我们都竖大拇指。老爷子，身体可好参见将军，参见诸位。都下去忙吧，我们跟苏老爷子聊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管我们。你说苏老爷子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会得到什么样的嘉奖？我估摸着至少升个都尉。你看将军亲自来看他，这面子多大？什么时候见过秦将军亲自来火头营？都尉，我觉得都尉都算保守了。老爷子单枪匹马杀了2员北狄大将，这实力直接当将军都不过分。是吗？咱们火头营这回算是沾了老爷子的光了，以后看谁敢小瞧咱们火头营。秦将军请，诸位请进，里面简陋，莫要嫌弃。苏老爷子，多谢您出手阻止了北狄人夜袭辎重营的计划，斩杀赤烈及其副将，迫使北狄大军撤退。您此番举动，等于救了整个军营，也救了清河县的百姓。末将代表清河县百姓和军中众将士，特意前来感谢。多谢苏老爷子。将军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老朽受不起呀！老朽之前跟周都尉说过，老朽本就是大前的兵，杀北狄人，守护军营，乃是职责所在。你们又何必如此感谢？都起来，将军们都快起来！都是一个军营里出生入死的，何必说这些客套话？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跟谁呀？周都尉，有何心烦事？一脸的不痛快。老爷子，其实我等对不住你。我等本想让徐总兵造朝廷，给您记大功一件，结果那徐世贵置之不理，还说您擅骑汗血白马，玷污了要献给陛下的宝物，乃是大罪一件，所以功过相抵，天大的功劳就这么被他一笔抹了。诸位将军大人，这种事情何须烦恼？当下朝廷混乱，外敌入侵，正是乱世。乱世之中，何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？只要能够杀北狄人，老朽心里就已经很满足意了。至于顺应天意即可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求也求不来。只是可惜了那匹汗血马，被拿去京城圈养起来当花瓶，关在皇宫的马厩里，一辈子见不到战场。这样的神马，要是留在军中，必定能助我军中大将驰骋沙场，无往而不利。要我说，咱们联合起来反了徐世贵那狗贼，让他去阎王爷那里邀功去。他娘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胡闹！反总兵大人就等于反朝廷，这样的话休要再说第二遍。你想害死大家吗？老人家，您可愿意前往先锋营？老爷子，汗血宝马的事您不必担心，汗血宝马谁能够驯服，他便会认谁做主人。现在您已经驯服了他，他就是您的，除了您，没有谁能够带走他，即便是徐总兵也不行。明日我会让徐总兵自己派人来牵汗血宝马，他们要是能牵走，咱们便顺应总兵大人之意，让他们送上京城，否则这匹马便是苏老爷子的坐骑。老爷子您说他们能牵走吗？秦将军，此计甚妙啊！咱们就等着看，明天徐祖兵有没有能耐带走这匹汗血宝马了。到时候摔个狗吃屎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那就是汗血宝马真俊啊！
你看那毛色白的跟雪一样。听说是苏老爷子驯服的，昨天一个人骑着它追杀北狄骑兵，斩了炽烈的人头，那马跑起来像飞一样。真的假的？苏老爷子那个火头营的百岁老头，他一个人驯服了这么烈的马，我不信。骗你干啥？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爷子骑着白马从营门外回来，马背上挂着2颗人头，血淋淋的，吓死人。那马跑得跟箭一样快。我的天，这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一个火头营的百岁老头，比咱们这些年轻人还能打。让开，让开！徐将军来了。爹，就是那匹白马，那就是汗血宝马，真俊啊！正是，此马乃百年难遇的神驹，本总兵是要献给圣上的。一个糟老头子都能驯服的马，能有多烈？我看也就是样子唬人。老头，你就是那个火头军，就是你驯了这马。就你这样的还能驯服汗血宝马？该不会是蒙的吧？马自己跑累了，你捡了个便宜。老头，你聋了！本将军让你松手，你敢违抗本将军的命令？将军，这马性子烈，你小心些。刚才说过了，您非不听。烈，哈哈哈哈！老子从小骑马骑过的马比你见过的人都多，一个畜生还能翻了天？你让开，看本将军的！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。二弟，咱们同心合力驯服这汗血马，以陛下的性子，一高兴，说不定就把这马赏给咱们了。到时候咱们哥俩骑着这马上街，多威风！大哥说的对，到时候封赏到手，名利双收。您说这俩能撑几个回合？我赌他们连马背都上不去。朝文朝武，好好表现，让大伙瞧瞧咱们徐家二郎的本事。爹，您就瞧好吧。大哥，我先来。嘿。就这，还从小骑的马比人还多，骑的都是驴吧？还是那种3条腿的驴？笑什么笑？老子刚才没准备好，再来，都给我闭嘴！让开，我来。废，看我的！这就是开国大将军教的骑术，一个摔狗吃屎，一个摔4脚朝天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徐家这骑术真是祖传呐！朝文朝武，再来，本总兵当就不信了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糟老头子都能驯服的畜生，咱们驯不了。今天不驯服这畜生，老子不姓徐。年轻人心比天高，想装逼是需要实力的。有这份心，不如多练几年功夫。老子今天不驯服你，誓不为人！老子跟你杠上了！二弟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！这一脚得有多大的力气？少说有上千斤，要是踢在脑袋上，不敢想象啊！徐将军怕是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。你看那胸甲凹进去了，过瘾。赵文，快把你弟弟带回来！那暂且不管了，先救人，快救人！这就是徐总兵的儿子，大将军的徒弟，搞不定也就算了，还被马踢了，还开国大将军的徒弟呢。我看还不如咱们火族营的老爷子，让众人看我们笑话也就罢了，还敢伤我弟弟，你找死！今天不把你抽死，我不姓徐。秦昊，快救我儿！他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本总兵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人！快救他们！可恶，离得太远了！救！不好，若是踢死了他，这马也活不成了，非拦住不可。这个快入土的老东西竟然一把年纪了，一只手接住了1000多斤的马蹄！我的天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在做梦，老爷子接住了马！你没眼花，我也看见了，老爷子徒手接住了马蹄，那可是汗血宝马，发狂的时候力气比牛还大，2、3千斤的力气啊！老爷子这双手是铁打的吗？铁打的也扛不住，铁打的也得弯，这是神仙手段！你们说，这老爷子会不会真是天神下凡？要不然百岁老人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
昨天他一个人追杀几百北谍骑兵，斩了赤烈。见凡人能哪个凡人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对对对，连秦将军都驯不服的马，到他手里跟小猫似的，绝对是天神下凡。我赌100两银子。这老爷子不是人，是神。我这句话放在这里，谁不服来找我。这老爷子竟然能徒手接住汗血铆的前蹄，太离谱了！这完全超出了人的范畴。难道这老爷子真是天神下凡？这世上哪有人能徒手接住发狂的汗血马？我打了半辈子仗，从来没见过。好马儿，别惊慌，有老朽在，没事了，没人能伤你，也没人能伤别人。放心，没事了，有老朽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军医何在？快去看我儿子！快！军医，赶紧上前查看2位将军的伤势。这两兄弟最好没事儿，不然那总兵大人怕是又要找咱们俩的麻烦了。不打仗的时候，老朽最大的愿望就是安安静静的在火头营待着，劈劈柴，挑挑水，晒晒太阳，多好。行，咱们俩生死与共。苏老爷子牛逼，也只有您才能轻松驾驭汗血马，真乃天神下凡啊！来了，师傅出来了，老爷子回来了，骑着汗血马威风！我决定了，我要拜老爷子为师，跟着他学骑术，学刀法。是啊，苏老爷子和百岁都怀着一颗杀敌报国的心，我们也要向他学习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了。老爷子，我来帮您牵马，您歇着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老爷子，您是我们火头营的骄傲。对，骄傲，火头营的骄傲。我们要拜您为师，跟您学骑术，学刀法，学了本事，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。我要学老爷子那神乎其技的刀法，一刀一个北腰蛮子。我想跟着老爷子冲锋陷阵。老爷子，您要不嫌弃，收我当个干孙子也行啊。老朽就是个劈柴挑水的火头军，有什么好学的？老爷子您谦虚了，您要是只配劈柴挑水，那咱们连劈柴挑水都不配。对，您是天神下凡，咱们能跟着您学点皮毛就够用了。老爷子您就收下我吧。老爷子，您要不答应，我们就长跪不起。你们真的想学刀法？这一辈子见过太多北夷人烧杀抢掠，他们杀老朽的儿子儿媳，杀老朽的乡亲，杀大钱的百姓。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，我们也不必把他们当人看。你们想学老朽教你们，但记住，学了刀法不是为了自己人逞强斗狠，是为了多杀几个北狄蛮子，是为了保护身后的百姓，是为了让你们的爹娘妻儿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但是老朽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们白天劈柴煮饭已经够累了，晚上练武会比现在累10倍100倍。谁要是顶不住，现在就说，到时候吃不了苦，可别怪老朽不讲情面。老爷子，咱们虽然比不上您天神下凡，但也不是吃不了苦的孬种。对，再苦再累都要坚持。既然选了这条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请老爷子教我们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老朽便传授你们刀法和骑术，先从刀法开始。多谢老爷子。都起来吧，跪久了膝盖疼。今天火头营的活还没干完，大家得努力。黄昏时分到草垛场集合，记得把你们的刀拿上。谨遵苏老命令。哎呦，轻点，疼死我了！如何了？伤得重不重？骑兵总兵大人，2位将军没有性命之忧，只不过肋骨各断了5根，接下来的2个月需要静养，绝不能剧烈活动。2个月？你是说我儿2个月不能下床？总兵大人息怒，伤筋动骨100天，2个月恢复已是万幸。该死的汗血马，还有那个该死的糟老头子，有机会，本总兵定要让你知道厉害。骑兵总兵大人，秦将军求见。哼，这家伙难不成是想来看本总兵的笑话？让他进来。 2位将军受伤，末将特来探望，还请总兵大人节哀，让2位将军好好养伤。末将还有要事。前夜北狄夜袭，粮草损失惨重，末将清点过了，目前军中存粮只够全军吃10天。10天？怎么会只剩10天？运粮通道已被北狄切断，下一批粮菜最快也要半月后，这中间的5天缺口，若无办法填补，军心必乱。本总兵知道了，你先下去，容我想想办法。粮草的事我会解决。是。许世贵，
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要怎么贪生怕死的想办法。张县令，本史川让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回禀总兵大人，下官已经找到了应对之策。哦，说来听听。3年前，前任县令曾在清河县外的清风镇修建了一座隐秘的粮仓，里面储存了不少粮草，本是为防范旱涝灾害准备的。这3年来，清河县风调雨顺，那批粮草便一直留存着，未曾动用。上一任县令倒是做了件明智之事。不过张县令，你在清河县当了3年父母官，这样的好地方，你竟然没有动它。总兵大人明鉴，并非下官不想动，实在是动不了。为何动不了？那粮仓虽在镇外，可四周都是匪徒地盘，下官曾派过几次人去查，都被拦了回来，所以那批粮草就一直搁在那里，未曾取用。张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粮仓被匪徒占了3年，粮食怕是早被搬空了。你现在告诉本藏兵有何用？来人，把这个糊弄本官的狗官拉下去，打100军棍！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总兵大人饶命！总兵大人饶命！下官话还没说完，那粮仓建得极为隐蔽，入口在一条干涸的河道下面，外面用乱石封着，根本看不出来。那群匪徒清风镇盘踞3年，从未发现那座粮仓。下官敢以项上人头担保，粮草一粒都没少。退下。是。张大人，你早说嘛，害得本总兵误会了你。总兵大人，只要您派兵前往，下官亲自带路，将粮草搬回，可解大军燃眉之急。不过清风镇匪徒不少，手段狠辣，总兵大人得派精兵前往，方能万无一失。精兵，本总兵自然会派。就依张大人所言，今夜连夜出发，劳烦张大人准备好带路。下官遵命，下官这就去办。都吃饱了，饿着肚子可练不了刀。吃饱了，吃饱了就练。昨天教你们的五虎断门刀第一式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猛虎下山。苏老，徐子丁命您去中军大棚见他。徐总兵，他找苏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肯定是为了他那2个儿子的事儿，被汗血马踢伤了，想找苏老麻烦。苏老，您别去，谁知道那老小子安了什么心？苏老，我替您去，我是火头营的头，总兵大人有什么事儿，我代转告您就行。要杀要剐，冲着我们来。对，我们替您挡着，不能让苏老受委屈。别紧张，多大点事儿，说不定是总兵大人见老朽救了他儿子一命，特意要感谢老朽呢。你们不要慌张。再说了，点名要见老朽，老朽要是不去，那就是违抗军令，到时候不光老朽有麻烦，整个火桃营都得跟着受牵连。你们好好练刀，老朽去就来。苏老，您小心。徐世贵这个人心眼比针尖还小，他2个儿子被汗血马踢伤，这笔账他不仅会算在马头上，更算在老朽头上。刀谢绝无可能，即便真的是刀谢，恐怕也是一场鸿门宴。爹，您真打算让那糟老头子带着火头营去清风镇押运粮草？就凭那些劈柴挑水的，这粮草可是关系着咱们大军未来战局的呀！万一出了岔子，整个军营都要断粮。我当然知道粮草重要，正因为重要，才要让那糟老头子去。这糟老头子我早就看着就不爽，占了汗血马不说，还害得你们2个伤成这样，这笔账得算在他的头上。这次押运粮草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清风镇匪徒盘踞，凶悍得很，他带着火头营那些老弱病残去运粮，10有8九被匪徒发现。到时候他要是死在匪徒手里最好，省得本总兵亲自动手。他要是狼狈逃回来呢？逃回来那就更好了。办事不力，折损兵马，本总兵正好按军法处置，斩了他的脑袋。然后那匹汗血马自然就回到了本总兵手里，再也没有人跟本总兵抢了。爹，那批粮草怎么办？万一真被匪徒抢走了，咱们大军可就要断粮了。放心，就凭清风镇那些毛贼，还能从大前军队手里抢走粮草。等那糟老头子任务失败，本总兵再派2000精锐前往清风镇，杀光匪徒，夺回粮草，既能除掉那糟老头子，夺回汗血马，又能剿灭匪徒，为民除害，还能保证粮草安全。这是一箭3雕啊！是一箭4雕，还能让那些跟着起哄的士兵看看，跟爹作对是什么下场！哈哈哈哈哈！知父莫若子。骑兵总兵大人，苏沫到了。让他进来。苏木，参见总兵大人。苏老爷子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老爷子在校场上救了我儿一命，本总兵还没好好感谢你呢。笑面虎，越笑得欢，心里越藏着刀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总兵大人不必挂怀。不，
本总兵一向有恩必报，老爷子救了我儿，这份恩情一定要还。这样吧，本总兵封你为火头营的头。火头营的头，赵大嘴干得好好的，我一个刚来的新兵，你凭什么当？这是把我火上烤啊！苏老爷子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这个位置非你莫属。现在你在军中的威望比我都高，要是不封你，弟兄们该怎么看我？这是命令，不得违抗。命令，哼哼，就等着我拒绝好抓把柄吧，天不让你如愿。多谢总兵大人，老朽定不负所托。现在本总兵还有一件事需要苏老爷子去办。何事？统兵大人请讲。被敌人烧毁了我军近半粮草，存粮只够10天了，再不补充，咱们自己就得饿垮。你是知道的，士兵没饭吃还打什么仗？本总兵查到清风镇有一座隐秘粮仓，我想让你带着火头营的兄弟们去，将那批粮草押运回营。哼哼，本总兵知道老爷子武功不凡，必定能成功。带火头营去押粮，那是200个劈柴烧火的杂兵，不是送死就是等我失败被罚，这坑挖真够深的。支线任务已发放，任务成功可获得30天寿元屠龙刀。屠龙刀还有30天寿元，原本我就没打算拒绝。谨遵总兵大人命令，老朽现在就回去准备。他答应了，答应的这么干脆，他是不是没听明白？清风镇可是匪窝啊！这糟老头子，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苏老去了这么久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那徐总统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干不出？他2个儿子被马踢了，能咽下这口气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苏老是什么人？那徐总统能拿他怎么样？看那边，苏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苏老，情况如何？那徐总兵没有为难您吧？徐世贵封了老朽为火头营统领，并命我带火头军前往清风镇押运粮草。什么？让我们去清风镇押运粮草？那地方3年前就被一群匪徒占了，听说那帮人武功高强，杀人不眨眼，连官府都不敢惹。徐世贵这是要让我们去送死啊！可不是嘛，200个火头兵去匪子里运粮，这不是明摆着借刀杀人吗？苏老救了他儿子的命，他就这么暴打，良心被狗吃了！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这次是老朽连累了大家，此番前去清风镇的确危险重重，但老朽在此立誓，一定会拼尽全力护大家周全。往后老朽更会带着大家杀敌建功，绝不辜负诸位兄弟对老朽的期望。但是这次前往清风镇押运粮草，老朽绝不勉强任何人，谁愿意跟老朽去的，请上前一步。算我一个，怕什么？当兵就是为了打仗的，杀强盗也是为民除害，哪怕是死了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既然已经拜了苏老为师，就会无条件的跟定他。苏老天神下凡，我就不信区区几个匪徒能拦得住我们。算我一个，也算一个，我去，我也去。很好，苏老，咱们火头营里没有孬种。好，好，好。本将军没想到咱们大前军营里的议案都藏在火头营里了。往后谁要是再敢小看火头营的弟兄，本将军就打100军棍。参见将军都尉。将军，您前来所谓何事？徐世贵这次为了报复苏老，竟然使出如此卑鄙下作的手段，置大军粮草于不顾，妄为大前总兵。苏老为我军立下汗马功劳，却遭受如此待遇。等时机成熟，本将军定要向陛下参谈一本。将军切莫慌神，自乱阵脚。现在又有火头营的兄弟们齐心协力助老朽，此事必成。你们2人即日加入火头营，协助苏老完成此次任务，一切听从苏老调遣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苏老，这回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，俺可想死您了。所有人听令，去准备马车、绳索、油布，把能用的工具都带上。天黑之前全部准备妥当，等黄昏之时，清河献祭一到，便立刻前往清风镇。是。骑兵总兵大人，火头营已经出发了。好，下去吧。爹，我有一个担忧，万一他们乔装打扮，偷偷潜入清风镇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粮草运走了怎么办？哦，说来听听。要是那些匪徒根本没发现，那咱们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你爹我做事什么时候漏过算计？我早就命人暗中前往清风镇，给那些匪徒放了消息，告诉他们大前火头营即将前往清风镇搬运粮草，而且我还特意加了一条，领头的那个老头骑着的是一匹100年不遇的汗血宝马。妙啊，爹，您这一招太妙了！这样一来，那些匪徒必定会在半路截杀火头营。有了汗血马的消息，那些贪婪的土匪肯定会盯着那个老头子不放，让他陷入重围，插翅难逃。那匹该死的汗血马一脚踢断我5根肋骨，要不是想着要送京城给圣上瞧瞧，我早就把他大卸8块了，让他变成马肉干。哼，你好好养伤，别耽误了建功立业。
等那糟老头子死在土匪手里，那汗血马自然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。我得去秦昊的营帐转转，看看那个不识相的将军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。哥，兄弟们干了！痛快！在马上，今晚不醉不归。启禀寨主，山下兄弟传来一个重大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难不成北敌人又杀回来了？说清楚！不是北敌人，山下说大前的火头营正往咱们清风镇赶来，说是要搬运粮食，大队人马少说有200人。搬运粮食？清风镇早被北敌人抢干净了，哪来的粮食？连耗子都饿死了。难不成那帮当兵的也想学北敌人来咱们地盘搜刮，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？几万人缩在清飞县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就知道抓壮丁欺负老百姓。见了北敌人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大哥，要我说，咱们半道上埋伏起来，把这帮火头军全宰了。对，全宰了，抢了他们的马和粮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都安静，你继续说，他们去哪儿搬粮？说是前任县令在清风镇暗地里建了个秘密粮仓，里面存着海量粮食，够大军吃好几个月的。火头营这次就是要去搬空它。秘密粮仓，咱们在这儿待了3年都没听说过，大哥这是天赐良机啊！要是拿下这粮仓，够咱们弟兄吃1年半载的。镇上那些流民也饿了许久，分他们一点，咱们还能落个好名声。军师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总觉得不对劲，徐世贵那老狐狸会不会是打着运粮的幌子来搅咱们的？他早就看咱们不顺眼了。寨主多虑了，徐世贵此人仗着外戚身份上位，目光短浅且贪生怕死，让他剿匪，他既没那个胆子，也没那个本事，他连城都不敢出，还剿匪。那他为什么派火头营来？这不等于是送肉上门吗？寨主，他手里的精锐要留着防北敌保命，派火头营出来，就算全军覆塞了，他也不心疼。火头营就是炮灰，死了白死。这一趟咱们吃定了。还有个事儿，那火头营领头的是个白发老头，骑的是匹百年难遇的汗血宝马。汗血宝马？你确定那玩意儿可是传说中的神驹？确定，是从军营里传出的真消息，好几个探子都看到了，错不了。大哥，这可是神驹啊，拿下了够咱们吃一辈子，不能犹豫了，抢他娘的！好，既然老天爷不错，传我命令，全寨出动，干了这碗酒，去清风镇抢粮夺马。苏老爷子，那里就是当年吴县令建的隐蔽粮仓，入口就在那堆石头的后面，用乱石封着。这位吴县令倒是费了心思，藏得够深的。县城大人，打开它需要多久？100来号人，半个时辰，人手够了就快，不够就慢。县城大人为何如此惊慌？难不成这粮仓设了机关？老人家，您就不觉得好奇？咱们这一路走来，竟然没有任何阻拦。清风镇的匪土盘踞3年，早把这一带当成自家后院了。这恐怕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啊！实话告诉您，县衙以前派捕快探查，都被抓去折磨得遍体鳞伤。今天他们连个鬼影都没露，太反常了，太不对劲了。长风、铁牛，你们过来。你们2人各带10名兄弟去四周放风，一有动静立刻汇报，不可恋战。是。其余人跟我破开石堆，搬运粮食。苏老，粮食，好多的粮食，满坑满谷，够咱们大军吃上1个月的。好啊，这趟没白来，赶紧搬，搬完赶紧撤。这鬼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多待。对，快，搬完走人。搬可以，慢点搬，别着急。苏老，为啥要慢？咱们不应该快点搬完回营吗？让你们慢，你们就慢，少说话，听指挥。放慢速度，一来是引蛇出洞，省得回城被俘。苏老，山坳东边林子里有动静，至少200人，正刀的反光都看到了。沉得住气，等他们露面。兄弟们，刀都准备好了吗？杀官兵，夺粮草，抢宝马。来得正好，让爷爷杀你们个屁滚尿流！爷爷正愁没处撒气。好马儿，又到咱们共同杀敌的时候了，冲过去，杀了他们的头！寨主，您看那个骑白马的，这老头不简单，能在100岁高龄骑汗血马深入虎穴，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真有本事。不管是哪种，都不能小看。军师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糟老头子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我一刀就能劈了他，都不带喘气儿的。大哥，我这就去提那老头的脑袋来见你。汗血白马，我亲手给您牵回来，您就在这儿等着看好戏吧。去吧，小心些，别轻敌。驾！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头子罢了，看我一刀劈了你，然后牵了你的马回去喝酒。
老头儿都快入土了，还来当兵，不在家抱孙子，跑这儿来送死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还骑着汗血毛马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识相的把马留下，饶你不死，不然连你一起剁了！这汗血马也太厉害了，它能跳这么高！这就是百年不遇的汗血好马，它能北敌的战马还猛。二当家被杀了，一刀就一刀。那老头是什么来头？二当家可是山寨第2高手，二当家的武功仅次于大当家。这老头是人是鬼？他是妖怪变的吧？我终于明白了，徐世贵不是蠢，而是这个老人根本不需要精锐，他一个人就是精锐中的精锐。孟先生，这大前军中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个猛将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前武功最高的应是秦昊，从未听说过此等人物。兄弟们，跟他拼了，为二当家报仇！杀！你们还要打吗？老头别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随我杀！一起来也好，省得老朽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。老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身体像长在马背上一样稳，骑了20年马的人都没有他稳。这刀法，这骑术，他根本就不是人。小子，只剩你了，看你枪法不错，底子扎实，要是去参军，必定能杀敌建功。为何要落草为寇？哼！大前军队没几个好东西，当官的贪赃枉法，当兵的欺压百姓。老子宁肯落草为寇，也不去给那些狗官卖命。既然如此，老朽成全你。苏老小心！所有兄弟撤退！撤退！快撤！哎，这就跑了！爷爷，我还没打过瘾呢。苏老，咱们要不要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拿下清风寨，也算是大功一件？对，杀上清风寨！苏老，您一声令下，俺第一个冲进去！杀上清风寨，剿了这帮匪徒，为民除害！穷寇莫追，咱们的任务是运粮回营，其他的事不必理会，继续搬粮食。我就说吧，跟着苏老混准没错。你看那些匪徒，这吓得屁滚尿流。那什么大当家被打得跟丧家犬似的，下次见咱们估计得绕道走。100岁高龄神威至此，活了40多岁，从没见过这样的人，一刀劈倒一片。徐总兵派他来，真是神来之笔。苏老，您叫我何事？难道您觉得清风寨还会杀回来？他们已经被打怕了。这群乌合之众绝不敢再来，我担心的是北敌人。长风，你带10个兄弟看看是否有北敌人活动的迹象。是。大当家的，您怎么样？您别吓我！死不了。军师，赶紧让兄弟们进寨，把寨门关上。要是那群火头军追杀过来，咱们就麻烦了。快回山寨，别磨蹭！关门！累死我了，这辈子没跑这么快过。你们说那老头这把年纪了，头发白成那样，怎么还能骑马打仗？比咱们这些年轻人都猛。可不是嘛，那汗血宝马多烈的性子，到了他头下跟小猫似的，想怎么骑就怎么骑。当兵就当兵呗，还分到火头营？火头营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啊！大前军队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的？让这个100岁老头去火头营，那他娘的到底是火头营还是战神营？廖导，你们看清了没？我站在10几丈外就看见刀光一闪，二当家的刀就飞了，人也没了。幸好那群官兵的目标只是粮草，若是那白发老人强攻，这寨门怕是挡不住他几刀。大当家的，您这身子骨是真扎实，这一击换了旁人，肋骨少说断3、5根，
您竟然只是皮肉伤，骨头没事，真是万幸。不过，能把您打成这样，那老头得多大的力气？大当家的，您好些了没有？老谢怎么说？好些了，老谢说了，没伤到骨头。那些火头军追来了没有？目前不见动静，不过应该不会来了。他们的任务是搬运粮草，不是剿匪。粮草搬完，自然就回去了。这次咱们损失太惨重了，二当家胡彪没了，几十个兄弟也没了。该死，都怪我，是我太大意了。大前军队何时来了这么一号人物？一个老头武功高成这样，还被分到火头营。这徐世贵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，这件事或许是一件好事。大当家的，您想，大前军队中有这样的能人义士，说明大前还没有烂到根森里。有这样的人物在，或许真能打赢这场仗，把北敌人赶出去。这不也是您的愿望吗？您虽然恨朝廷，恨那些狗官，可您心里是盼着大前好的，盼着北敌人被赶出去的。够了！军师，其他的话不必多言。我尤忠义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爹是怎么死的。是那些狗官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把我爹活活冤死在牢里。大前军队打赢了又怎样？赶走那些狗官还是狗官，谁来还我爹的命？我要让那些狗官血债血偿。军师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现在你派人去给我查清楚那个老头的来头。3天，我要知道这老头的所有底细。清风寨的血债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是，谨遵大当家命令。大哥，大哥，醒醒，赶紧起床看好戏了。大哥，别睡了。按照时辰，火头营那帮家伙今天一早就该回营了，咱们可不能错过看那老头出丑的好戏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？快快快，去爹的营帐。按照时间，苏木那帮火头军要是能成功，今天一大早就该回来了，现在还没动静，说明任务失败了。失败了就好。爹，苏木那糟老头子回来了没有？还没，都这个点儿了还没回来，说明任务失败了，咱们的计划成了。好啊好啊，真是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。这回，咱们兄弟俩要把失去的尊严全部拿回来。你这次怎么回事？本总帅还没让人传你，你跑进来做什么？火头营的人回来了，粮草呢？火头营有没有把粮草运回来？运回来了，全部运回来了，满满当当几十车，够咱们大军吃1个月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火头营那帮伙夫怎么可能从清风寨的匪徒手里把粮草运回来？总兵大人，秦将军请您过去一趟，清点粮草。哼，本总兵倒要亲眼瞧瞧，是不是真的把粮食运回来了。苏老爷子，你们这次真是立大功了，一下子弄回来这么多粮食，解决了咱们大军的燃眉之急啊！火头营的兄弟了不得！从今往后，咱们火头营不再只是烧火做饭的了，咱们也能上战场杀敌了。有苏老在，咱们怕谁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对，苏老无敌，牛！低调低调，不就是对付几个匪徒罢了，不值得吹嘘。哪天等你们亲手杀了几个北敌蛮子再说这句话吧。今天能活着回来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手里的刀。刀快了，命就硬了。知道了，苏老。苏木，火头营的弟兄，好样的！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，又是大功一件。秦将军，您说咱们的总兵大人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被气死？总兵大人，清风镇的粮草已经全部搬运回来了。弟兄们，开箱！好，辎重营把粮草卸下来，登记造册。总兵大人，这次火头营和苏老立下大功，理当记功嘉奖。记什么功？比原先规定的时间晚了2个时辰，还好意思记功？苏木，你自己说说，为何会晚到2个时辰？回总兵大人，路上遇到了北敌人的一队侦察兵，正试图潜入清河县，我们花了点时间将他们全部诛杀了，这才耽搁了行程。杀北敌侦察兵？哼，你说是就是，怎么证明？对，怎么证明？你们火头营一帮伙夫能杀得了北敌侦察兵？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你说是就是吗？空口白牙谁不会说？总兵大人，整个火头营的将士都可以作证，先锋营的顾长风和赵铁牛也在场，这还能有假？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苏老杀了北敌侦察兵，我们亲眼看见的。火头营沆瀣一气，当然都站在一条线上，谁信？真是恶心！徐小将军，你要证据。弟兄们，推上来！徐小将军，这些都是证据，自己看吧。老朽没闲工夫跟你们争论这些，先回营休息了。好，回营。这一下，徐总兵是彻底失了军心了。
丁，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前往清风镇押运粮草，获得奖励30天寿元屠龙宝刀。好刀，这一趟收获不小，有了它，配合五虎断门刀法，下次再遇到赤烈之流，一刀足矣。只要拿下清河县，整个北境5州13城将全部落入本王手中。到那时，南下中原便是一马平川。王爷，咱们何时对清河县用兵？自从赤烈被杀，末将这心里就窝着火。大前军队不过是一盘散沙，根本不配做我北狄铁蹄的对手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末将有信心3天之内拿下清河县。耶路将军莫要心急，自古成大事者都需要未雨绸缪。战场上的胜负不在3、5日之间，而在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。王爷，以咱们北狄铁蹄的实力，根本不用如此忌惮那些大钱软蛋。末将愿立下军令状，末将定将清河县城献于王爷帐前。君作为3军统帅，岂能如此鲁莽？清河县是咱们统治北境的最后一关，越是到最后刻，越要谨慎行事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此番本王的目的是要以最小的损失拿下清河县。王爷英明，末将去操练兵马了。王爷，咱们的雅鲁将军按耐不住了呀。武将嘛，血性十足，毛躁些也能理解。军师，咱们派出去的侦察小队可有消息？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报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启禀王爷，军师派往清河县的探子回来了，有重要军情。让他进来。参见王爷。起来说话，打探的如何？启禀王爷，关于杀死赤烈将军的内人已经打探清楚了。杀人者的确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年近100岁，名叫苏木。100岁，替孙女参军那个？正是。此人虽然年迈，却力大无穷，刀法通神。入营当日便徒手驯服了汗血宝马，后来编入火头营，前几日又带着火头营前往清风镇押运粮草，击退了盘踞完鄂多年的匪土。另外，咱们的那支侦察小队也遭遇了苏木全军覆没。末将赶到时，只看到10几具尸体和一地的残盔破甲。一个100岁老人徒手驯服汗血马，带火头营灭匪，还能灭掉咱们的精锐侦察队，这怎么可能？100岁高龄，连走路都费劲，如何能有这般本事？那个总兵徐世贵是如何对待此人的？回王爷，徐世贵与苏木极度不和。徐世贵此人心胸狭隘，因2个儿子被汗血马踢伤而迁怒苏木。苏木立下大功，他不但不嘉奖，反而以善骑血马为由功过相抵，派苏木去清风镇，也是存了借刀杀人的心思。王爷何故发笑？军师，你想想，一个100岁老人有如此经世之能，却被总兵处处打压，分配到火头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徐世贵此人妒贤妒能，不得军心。不错，将帅不和，军中上下离心离德，这样的军队就算有猛将如云，也不过是一盘散沙。军师，本王已经有了破敌之策。王爷，小臣愚钝，可否告诸？既然他们将帅不和，那咱们就来个离间计。谁？站住！别跑！几位兄弟别紧张，我是辎重营的，夜里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哪个队的？队长是谁？小的火头营的，不，辎重营的，队长姓王。怎么回事？启禀校尉，此人深夜在营中鬼祟行动，自称是辎重营的地属，可连队长的名字都说不利索，还带着北边的口音。你哪个营的？辎重营的。辎重营校尉是谁？是拿下！拓跋罕，北狄右贤王。久闻苏木老将军威名，武功盖世，忠义无双。本人心向往之，愿以黄金1000两、良马100匹为聘，恭请老将军移驾北狄。本王绝不使计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你给老子老实交代！不好，他服毒了。校尉，这是北狄密探的标记。校尉，这封信今晚的事儿，你们几个谁都不许说出去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兵员辛劳参半，粮草吃紧，徐世贵那个老狐狸又只顾谄媚，得想个法子绕过徐世贵，把苏老的事直接递到圣上面前。可这谈何容易？将军，进来。将军，您看看这个，哪里来的？今晚抓到的北狄探子血头身上搜出来的。将军，该如何处理这件事？这封信是假的。对，末将也觉得这是假的。苏老爷子绝对不可能通敌叛国。苏老的儿子儿媳5年前死于北狄之手，唯一的孙女也差点被掳走，他恨北狄入骨。这是离间计。拓跋罕想借徐税的刀杀了苏木，看来苏老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。好毒辣的计策！徐总兵本就容不下苏老，这信要是落到他手里，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只有巡逻的几个弟兄。末将已封了口，弟兄们都信苏老，
说苏老要是叛国，太阳得打西边出来。好，你下去再叮嘱一遍，一个字也不许外传。是，将军，末将跟了您多年，有句话一定要说：苏老虽然年迈，但实力绝无民有，是我军猛将，咱们可得护住苏老。第一式猛虎下山，起；第二式虎啸山连，第三式恶虎扑食。将军，您看这刀法刚猛霸道，没有花干子，全是杀人技。苏老真是尽心尽力啊！他这么大岁数了，自己不但在战场上拼命，还想着怎么提升火头营。这或许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刀法，唯有生死间的杀戮。苏老，大嘴，带弟兄们继续练，不可懈怠。秦将军、张校尉，大清早的怎么有空来火头营？苏老，您真是我辈楷模，即便身处火头营，也不忘传授弟兄们刀法，这份心思，秦昊佩服。小事一桩，老朽老了，能尽力就备一份力吧。苏老，您看看这个，昨夜抓到的北狄探子身上搜出来的。真没想到，老朽一个100岁糟老头子，竟然能让北狄王爷如此厚爱呀！苏老，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北狄人的阴谋，可你也知道，徐总兵对您，这封信要是落到他手里，恐怕就成真的了。苏老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这封信毁掉，就当没发生过？不，把信交给徐世贵。什么？苏老，您可知道结果？徐世贵本就对您心怀不满，他一定会借机下死手的。苏老，您三思啊！徐总兵那个人什么事干得出来？拓跋汗想借徐世贵的刀杀老朽，那咱们就顺了他的意，将计就知道这封信让他对老朽发难，军中兄弟们肯定不答应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就将帅不和，闹越大越好。然后老朽带着火头营离开军营，做出分道扬镳的样子。拓跋汗见我军内乱，必定大举进攻清河县，到那时老朽再杀回来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如此风险太大了，万一徐总兵真要杀您，万一大军抵挡不住，万一火头营出意外，任何一环出错都是万劫不复。可这个计策若是成功呢？大前军队以逸待劳，内外夹击，至少能重创北狄主力。苏老，您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老朽活了100年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，不差这一遭。好，就依苏老之计。苏老，末将佩服。张校尉，这封信由你交给徐总兵，记住，要做的像是你昨夜搜到，还没来得及禀报秦将军，就先呈祖兵大人了。张衡，戏要做足。徐世忠生性多疑，你越是想隐瞒，他越会起疑。你就大大方方的交上去，一切听他定算。末将明白。苏老，您这一步走得太险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秦将军，请依计行事吧。总兵大人，昨夜末将巡查营房，抓获一名北狄奸细，那奸细服毒自尽，身上搜出这封信，末将不敢擅自处置，特来禀报总兵大人定夺。好你个苏木，竟然敢和拓跋汗这个北狄王爷暗通崔去！本总兵就说嘛，一个100岁老头哪来那么大的本事？原来早就与北狄人互通，原来是在演戏。总兵大人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不可处置，通敌叛国，按律当斩。张衡，你立刻带上先锋营，前往火头营，将苏木那老东西本总兵拿下。这徐世贵逮住机会真一点也不放过，这是要把苏老往死里整。好在他已经上钩了。末将领命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拓跋汗写给苏木的信，真的假的？黄金1000两，两马百匹，好大的手笔！这北狄王爷真够大方的。昨夜张衡抓住了北狄奸细，从身上搜出了这封信。苏木那老东西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。好啊，终于让咱们逮住机会了。苏木啊，苏木，你这个糟老头子，这次我看你怎么逃！通敌叛国那是要杀头的，杀头都便宜他了。他在校场让咱们丢尽了脸，汗血马踢断了咱们的肋骨，此仇不报，我徐昭武誓不为人。这封信会不会是假的？万一是北狄人的计谋呢？假的又怎样？真的又怎样？本总兵说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，谁能证明是假的？那老东西在军中威望再高，能高得过本掌柜？秦昊再护着他，能护得住一个通敌叛国的奸细？到时候人杀了，汗血马收回，军中那些跟着他起哄的人也就消停了，一箭双雕，谁敢不服？爹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跟着苏老，这日子过得真带劲儿。这刀法练的，我也觉得自己像个将军了，以前哪敢想。火头营的都出来！怎么回事？张校尉，您这是要干啥？
苏木，奉总兵大人之命，你涉嫌通敌叛国，现将你缉拿归案。来人，拿下！谁敢？赵大嘴，你要造反！造反！苏老是什么人，我们比谁都清楚。运粮、杀敌、护辎葱，哪次不是豁出命去干？说他通敌，放他娘的狗屁！谁信？谁敢动苏老？苏老不会通敌。谁敢动苏老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戏做到这个份上，够了。苏沫抗命不遵，火头营聚众拒捕，都给我拿下！总兵大人，不好了！苏沫带着火头营的人和先锋营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苏木拒捕，火头营的人护着他，先锋营的人抓不住，现在已经打出营门了，外面全是人。完了，完了！苏木这是要造反，他眼里还有没有军法？报，总兵大人，苏沫带着火头营杀出重围，往北边跑了，追都追不上。往北，那是去清风镇的方向，他们要去投奔清风寨的匪土。好啊，果然是一伙的。爹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，苏木那老东西要是跑了，后患无穷。对，派人追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传令，命周虎臣都尉率领3000精兵，即刻出营追击，务必把苏木和火头营所有人抓回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苏木，你跑不掉的。抓住苏母，赏银100两，别让叛徒跑了！停，原地安营。启禀将军，末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一路上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探子来报，沿途至少有3波北地探子盯上了咱们，他们一定已经知道咱们出营追杀苏老爷子的事了。好，戏演足了，就看北地人上不上钩了。大人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原地等着。原地安营扎寨，让弟兄们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日再说。今晚可以生火做饭，不用藏着掖着了。遵命。苏老就在这儿歇吧，这地方咱们熟，心里踏实。前面就是粮仓，背靠山壁，易守难攻。把弟兄们散4面放哨，东边林子里放2个，西边山头上放2个，马拴在粮仓后面的那片林子里，隐蔽些，别让人看见。是。苏老，您喝口水。苏老，您说那北狄人能上当吗？我听说那右贤王拓跋汗足智多谋，心思缜密，打仗从来不忙干。咱们这出降计救济，只要徐世贵这把戏就成了。徐世贵已经上钩了，拓跋汗还在外面看着呢。其实老朽心里也没底，拓跋汗此人城府深浅尚未可知，但徐世贵既然已经发难，老朽若不走，便是刀下亡魂。更何况系统打卡只剩最后2天了，绝不能在此时前功尽弃。放心吧，安心等待。老朽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大当家的，这一仗咱们损失惨重，二当家也没了，死了37个兄弟，短期内不宜再有冲突。那个老头太邪门了。大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！山下的兄弟传信，上次那个白发老头带着火头营的人又回来了，正往咱们清风寨方向来。又回来了？他们来做什么？上次不是已经搬空了吗？他们全副武装，而且他们身后还跟着3000大前精兵，就在不到10里地的地方。3000精兵，一个老头就够咱们受的了，现在还来3000官兵，这是冲着咱们清风寨来的。大当家的，那老头任务完成的好好的，为何突然带兵杀回来，还被官府追杀？这说不通。巨师，会不会是那老头得罪了朝廷，走投无路跑来避难？他在火头营待不下去了。避难？全副武装带着追兵，这是来避难，这是来灭咱们的。先别慌，若真是冲咱们来，早就攻山了。或许他们的目标是北境30鲁外的北狄人，会不会是把咱们这儿当跳板了？这穷乡僻壤除了咱们，还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的？再探再报，我要知道那老头的一举一动，哪怕是说了什么，吃了什么。传我命令，全寨兄弟刀出鞘，剑上弦，寨门加2道门山，墙上多派弓箭手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禀报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